然后在我国小的时候，我被我们家建教合作请来的男生侵害。你，所以我从小其实为什么不跟男生交朋友，是因为我很讨厌男生，我觉得男生很恶心，然后就叫我去神明桌那边跪下来发誓，不然的话就在旁边这样偷看，我就把电脑直接总电源拔掉。为什么要骗我？这件事情就是也是一个导火线。你就玩个几年，之后记得变回来。然后我就直接跟他讲说，变什么变？我就是喜欢男生。我说，那你有可能会喜欢男生吗？不可能，你只会喜欢女生，就像我只会喜欢男生一样。按订阅不用钱哦。大家好，我是企鹅。我是小怪。嗨，我是 James。今天我们要聊出柜这件事情，因为上次我们跟打冠拍片，然后有聊到一点出柜的故事，大家非常好奇。本来这集是没有邀请 James 的，因为太欢乐了，我怕你们太沉闷了，会刷新三观，而且大家不要效仿他，你们听他故事，你不要学他。我的故事还好吧？等一下你们就知道。那请问你们什么时候出柜？17岁的时候，高中。但我出柜其实有分2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是我妈妈先知道，第2个阶段是后来大学的时候让我爸爸知道。以前因为我有交过女朋友，然后我周遭其实都是跟着女孩子比较多，没有男生的朋友，那他们就会觉得这小孩子是合理很正常的，周遭都围绕着女孩，他们觉得很开心。高中的时候我就渐渐开始知道自己比较喜欢男生，就会开始慢慢比较没有跟女生再来往，然后我妈妈就会觉得说，为什么你这阵子都没有在交女朋友啊，还是怎么样，反而都开始跟男生走比较近，或者是都是带男生朋友回家，然后我妈妈就开始会怀疑。然后有一次在家里就逼问我，她就说你是不是喜欢男生，要给我搞同性恋哦？我就是都否认不承认。我妈妈就很极端，她就说好，你既然说你不是，关斗神明天跪拜。没错。我妈就这么夸张，说阿妈还住在我们家，我妈妈他们做美发的，所以有建教合作，就是跟学徒们都住在一起，让我妈妈比较好管理。然后还有其他的人，然后就叫我去神明桌那边跪下来发誓说我不喜欢男生这件事情，不然的话妈妈寿命减半。那时候我才17岁，我听到这件事情，我当然觉得我不能去骗神明啊。现在的我可能就因为比较长大了，我觉得去讲就去讲，我宁愿违背我自己的良心，我也不要这样子怎么样。对，可是那时候就是这样子很诚实的就讲了。那我妈妈其实没有太大的反应，我以为她会很生气还是很怎么样，完全没有，她就一脸一个问号，她就说为什么？他们的刻板印象就是会觉得就是娘娘腔，或者是比较女性一点，就是喜欢男生。那我没有，她就觉得说应该不会这样才对，她就是很纳闷。然后我那天就是一直解释，然后甚至我一直哭，我还一直跟她道歉，然后我就说这个事情不可以跟爸爸说，要晚一点，或者是时机没有到，我觉得都是不要讲，因为我爸爸很传统，因为我爸妈都是嘉义南部的，所以他们就是思想都是非常的传统。然后他就一开始也说好，不跟他说。当然我有跟我阿姨说，因为我小时候给我阿姨带，我妈妈的姐妹，她本来就是在电视台工作，接触过很多，所以我当然会跟她分享，因为跟我很好嘛。那当然我阿姨也知道，然后我就可以很常常让我阿姨去跟我妈妈沟通聊这件事情，说这个没有跟大家其实都一样啊，因为她接触的工作者很优秀啊，也都是怎么样。2年后，我以为释怀了，我妈妈甚至可能都会关心我，最近有没有约会对象啊，还是我都会很开心的想说，哇，妈妈告诉我要变好姐妹这样，我想要跟妈妈更亲近、更 close 的感觉，所以我都会跟她分享说，最近有约会对象，甚至我还带约会对象跟我妈妈出去吃饭过哦。男生啊，那我妈妈都表现的就是很像真的接受了。到了大学的时候，有一天我就从那山上回到家，我家住新店安坑，很远，非常的远。你看从山上这样回来，舟车劳顿这样非常的累，然后回到家的时候，那天就觉得气氛非常的怪。我爸爸一直在我周遭附近走来走去，绕来绕去。对，我在滑脸书，就在旁边这样偷看，或者是我滑个手机，就是会一直在那边这样看。我就觉得你到底要干嘛？然后又不说。然后我晚上去洗澡的时候，电脑被动过，我的包包原本是打开的，我的手机的讯息被读过。然后我就说是谁动我的东西，他们都没有要承认。我说可是我刚刚的包包就是开的，为什么要骗我？这件事情就是也是一个导火线了。我已经在不爽，我就觉得为什么回到家要这样子被对待？然后我又再继续玩电脑，我爸一样在后面一直监视着我，然后说有事情要跟我讲。我就说到底什么事？他就说看你很忙，没关系，你就先忙你的。我就很火了，因为你刚刚前面看我的东西，翻我的东西，然后你们又这样支支吾吾的在我后面监视着我，我就把电脑直接总电源拔掉。我就说现在就告诉我到底要问我什么还是干嘛？已经火了，为什么要把它拔掉？因为我就很不爽啊，我还这边按关机，然后干嘛？我就是直接不爽就直接抽掉。他演这个戏要很反正拿剪刀剪掉吧。快夹拉回来。抽掉完之后，我爸就问我说：“你是不是喜欢男生？”然后我就说：“对啊，我喜欢男生。”就说这件事情在高中的时候，我说其实我就先跟妈妈讲过这件事了，但是我说不要告诉你。然后哇，我爸
爸就不得了，我爸就把我妈叫来，我妈就很生气，说为什么我要把他抖出来，为什么我不隐瞒着？因为是我阿姨去跟我爸爸就是刺探的。其实那时候我也很讨厌我阿姨，因为我会觉得说我明明就告诉过你要去跟他讲，对，那为什么我跟你最要好，可是你却还要去做这件事情，然后让我们家这样子一团就是爆炸。可是最后我跟我阿姨大聊开好，是因为我妈妈去逼我阿姨试探我爸爸，所以就一连串就觉得哇，为什么你们都要这样子？然后反正我就讲完了，我妈跟我对峙，然后我妈就很伤心，就觉得说为什么我要把她抖出来这样？她说她压力很大，然后我就说这些年你的关心、你的问候，甚至你也有跟我出去跟约会对象还是另外一半吃饭干嘛的，那这些代表什么？她就说我从来都没有认可过你，我也都没有支持过你，我只是看你什么时候要变回来。他是气话吧？很多人会说觉得是气话，当下的我就整个已经就是像天塌了，我就觉得我跟你最要好，我也希望能得到你的认可，可是最后你甚至还讲这些话，然后像家里我爸爸就是完全观念不可能，讲了再多干嘛都说你现在长大了，你比较会讲话，我们大人讲不赢你，开始一直说要传宗接代啊，开始讲一大堆，甚至因为我有个弟弟，我就说那弟弟会结婚会生小孩，他说弟弟是弟弟，你是你是长子，长子就有长子要该做的事，开始讲什么思想，然后我还是一样很坚持，我站在我的立场，我就说我从以前到现在，你看就算你们家里的这些言语听了你也会很害怕，到甚至我现在可以站在这里跟你讲这件事情，我经过了多少的时间跟遇过了多少才敢这样做，甚至认可自己不是错的，这件事真的蛮辛苦的。我就说我为什么可能会变成这样子，这就要讲说。小时候因为我们家有建教合作，也有请男生有请女生，然后在我国小的时候，我被我们家建教合作请来的男生侵害。你对，所以我从小其实为什么不跟男生交朋友，是因为我很讨厌男生，我觉得男生很恶心。所以我从国小到国中到高中，为什么全部都是女生朋友跟我玩在一块，就是因为我不想要去跟男生有所交集。我小时候睡觉的时候，他会从上铺跑下来，醒来的时候他是这样，然后说你不要出声，然后他会一直用他的体去顶你，然后你可以感觉到你的腿啊，可能就是会有湿的分之类的。他是以这种方式。它会让你很明显可以知道客厅家里的人在看电视，他没有隔开来，他就是上铺下铺啊，跟建教合作的学生一起住。对啊，因为我爸妈他们管理一起就是会这样。我小对，他然后我对这件事情就是有很大的阴影，甚至鼓起勇气告诉我妈妈，他们觉得说那只是哥哥在跟你玩，没有什么回事这样。就从那时候一直不停的就是不会想要去跟男生接近，跟男生认识，然后当然也有交了女朋友嘛，然后也是遇到比较爱玩的女生，就是会到处跟人家暧昧，然后也是会一直骗我的，或者是很夸张的，然后勾心斗角一堆有的没的。到高中之后，我发现有时候感觉，男生很像做事还是干嘛都是大辣辣，很傻很可爱，做的事情有时候很贴心，然后那时候就会对男生有一些心动这样。后来会觉得说，很像也没有不可啊。那时候高中的时候，其实班上很多男生也都是，然后反正就是会开始对男生好奇，觉得我自己的经过是这样的。然后反正那时候出柜完之后，我那一天讲了再多，我爸爸妈妈他们完全都没有想要做任何，对，都没有听。我就这样那一天要从山上下山，然后这样聊到了快天亮，他们也还是没有听进去，然后我也整个天崩地裂这样，然后我还在读书，我还没有自己赚钱的能力，然后家里没有人要支持我，然后我也没有最好的姐妹朋友，什么都没有，我最喜欢的阿姨跟最信任的妈妈就这样子，然后那一天我真的差点。因为我已经崩溃了，完全没有任何的目标，我就觉得现在就是这样子，然后反正那天真的差点。什么样叫差点？是有人阻止你吗？我想要那时候都搭捷运，谁阻止了你？没有人阻止我。后面告诉我自己，我假如就这样子跳下去了，是不是很像被认定就是这样子？所以我就觉得，我告诉我自己，我要成为什么，有目标，开始去实践这样。然后反正我19岁之后开始经济独立，然后到现在。那请问一下，你出柜后是大概几岁？17岁第一次嘛，然后19岁第二次，就是跟爸爸然后想那一次。对，就19岁。后来19岁就搬出来，是马上搬出来。我原本就是住那个校外的宿舍。哦。对，然后我就再没回去，因为他们也没有给我任何的生活费。然后反正我就也因为这样子，我就开始去打工。可是没有办法两边维持。我是国术系，然后要练校队，每天早上累得要死，然后晚上我要到阳明山的山下去餐厅打工，然后坐末班车再回来山上。我光半学期我就觉得我已经快受不了了，所以后来我就觉得我要择一，所以我大2我就休学了。你当然也好，不然你就学贷款要找他们麻烦。我本来就就学贷款，因为他们觉得说这个科系不是他们想的，不是公立的，他就觉得他没有帮我付钱，所以我到现在我还在还，快还完了啦。光这样子2学期，大1到大220几万，还好啦，我都80万。你们都这么一个当完兵要还这么多钱，我就觉得好辛苦。我才47万，那请问 James 来，你出柜是什么时候？高1的时候。那你们都很早。更早那时候是因为以前有那个 MSN， 家是有一台电脑。
那时候 MSN 就我一个人在用，那一阵子就刚好就是好死不死，我妈开始在学用电脑，就真的在学用电脑，然后一学用电脑之后就学了开机，学了开机之后，因为我那都是用自动登录，然后我妈就想说这是什么，就在乱点看，然后就被她看光了，就看到聊天记录。那时候我当天放学回家的时候，我姐还传讯跟我讲说，他们好像知道什么事这样，然后就好像看到你讯息，我想死了。然后一回家之后就开始跟我妈就是吵架，坐下来好好的聊聊。对，但是我妈是大哭的跟我聊这件事情，然后就跟我妈妈不一样她，就一直很难过，然后就一直讲啊，讲完之后，后面她就说你没有办法喜欢女生吗？然后我就跟她说没办法，就是喜欢男生。然后讲完之后就走了，就回房间。从那一次之后，她就跟我就是闭无见面1个月，她1个月躲你吗？躲我一个人。她怎么躲啊？在就是家里。我每天放学回家就看好煮好的饭，早上睡醒就看到早餐就已经准备在那边。然后我找她，我敲门，她都只会在门后面就是回我话，或者就是叫我姐传话。我就一整个月都看不到我妈这样。因为那时候我姐还是读辅大心理系的，然后那时候刚好我姐就一直有去跟我妈聊这件这件事情，然后我妈还有一度就很有敌意跟我姐说，你是不是跟她站在同一边？然后我姐就跟她讲说没有，就只是跟你讲说就是这件事情是很正常的。后来大概隔了几个月后，我妈就接受了，可能勉强接受啦。现在是很接受。哦，我妈到现在都还不接受哎，因为我妈现在接受到，因为我都还会把我前任带回家，然后我妈像我前男朋友就日本那一个，我妈好爱他哦，爱他爱的要死，然后我跟他分手还骂我，有人跟我跟人家分手，然后我前一个前男友我妈就不喜欢他，她就跟你讲说什么，哦那个面相看起来就很糟糕，她知道，她知道不知道是哪一个前任，很多前任。我妈都讲说什么，哦那个面相看起来就很糟，那个根本就不适合在一起，你不应该跟他在一起的，你怎么还那么爱他？你找新的。妈妈好可爱哦，我妈就会这样我希望我妈妈也像这样子。那你跟亲戚出柜呢？我后面就是高中出柜之后，我到大学就更做自己。我到大学这整个就是戴假发，过年的时候开始跳年龄舞池，然后化女装。后来那时候就真的是整个家族人都知道，他们就派我爸来跟我讲。对你妈妈知道后，爸爸也知道了。我妈是早就知道，所以就不讲，爸爸也是讲后面才知道。对，后面。然后我们都是我们都是妈妈先知道，我也是。我爸那时候就是跟我讲说什么哦，我是家族里面就是我是整个家族里面算最明理的，观念是算最不传统的。如果你现在想要喜欢男生的话，没有关系，你就玩个几年，之后记得变回来。然后我就直接跟他讲说，变什么变？我就是喜欢男生。我说那你有可能会喜欢男生吗？不可能，你只会喜欢女生，就像我只会喜欢男生一样。对。然后讲完之后，然后讲完对，然后讲完之后，他说没有，你现在就只是想玩，你可能只是好奇。那你好奇过对，吗？然后我就问我爸说，那你有好奇吗？然后后来他说什么啊？可是男生爱女生很正常。我说男生爱男生也超正常的。顶嘴。然后讲完之后我就走了，白发走地。那个走台步。那想请问一下，你们觉得有需要出柜这件事情吗？这真的是看人，因为像我的话，我从高中出柜都是一入学我就直接跟所有人说我就是 gay， 所有工作我也都直接讲说我是 gay， 然后我甚至连当兵、新训到下部队我都直接进去，我就直接跟你讲说我是 gay 哦，因为他们连那个单子上面都写说哦你喜欢男生哦，对我喜欢男生，反而没有人敢欺负我，就是我超强，因为你很辣啊，而且长得又漂亮，样子。对啊，年度有氧闪亮之星，母德行店，方瑶辉 James。那你呢？你觉得有需要吗？我觉得要看每一个人的生长背景，不是每个人可以出柜都这么的顺遂，不然通常其实我都说能不要就不要，就算不要你也不要一直去骗家长，甚至有些人还会去带女生朋友回家，甚至有些人也会真的去跟女生们怎么样传宗接代，可是他明明就是，为什么要再去伤害到另外一个家庭？不知道笑。讲到相亲，我有个朋友，然后他就是每次都被他妈逼着去相亲，他到现场都会跟他讲说嗨姐妹哦，说他认识好几个相亲对象，全部都变姐妹。好，以上就是我们出柜的故事。然后希望那边就把小拉包这个给看，然后这边左上角有他们的 IG，可以追踪他们哦。然后记得就是出柜想清楚啦，想清楚，要多问，对，多探听。每次跟我妈讲都讲说你老公，我都不会讲爸，我都不会讲我爸。对啊，我就哎呦，因为我爸以前太小气。